胖子刚躲到厕所接听老婆的电话，情人就一头钻了进来。接下来的谎话堪称完美。부장님 나오셨어. 좀만 기다려. 나 출발할게. 나 또 부장님 된 거야? 부장님이랑 뒤치기도 하세요? 부장님한테 대차게 받아봐. 가봐야 돼. 집에 안 좋은 일이. 这番话精准勾勒出胖子的特征，他并非一个不顾家的混蛋，而是一个在欲望与责任之间反复拉扯的普通人，偷心成瘾，却又极度渴望家庭和睦，甚至愿意为了守护这份表面上的圆满，从而编织一个又一个的谎言。这种矛盾的性格也造就了后续的悲剧。 지금 가면 지연이한테 직접 전화해야 되겠다? 내가 오빠 와이프 번호도 모르는 줄 알았어? 这一刻，胖子的情绪彻底失控，他下意识拿起桌子上的圆珠笔，眼神也闪过一丝狠厉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猫眼场记本，现在讲解的是韩国悬疑单元剧《塔罗牌》，以塔罗牌的象征意义为线索，串联了7个贴近生活的神秘故事，将普通人陷入一个因果的循环。这一集的回家将选择与宿命的主题推向极致，每个细节都暗藏伏笔，每次转折都直指人性。胖子虽然起了杀心，但在犹豫片刻后，他还是将圆珠笔揣进了兜里，选择用安抚的方式稳住情人，随后匆匆走出了房门。这个犹豫的瞬间，是胖子人性中善的最后一丝挣扎。他害怕自己的谎言被戳穿，可这种懦弱的妥协，并没能让他摆脱困境，反而让他的情绪越积越深，为后续的爆发埋下了隐患。在退房卡的时候，发生了一点小意外，手指不小心被划伤。他小心翼翼地剥开指甲，这才发现是一张叫愚者的塔罗牌。这张牌象征着轻率与放荡，既代表一切的开端，也意味着终结。牌面的年轻女人身着华丽服饰，左手的玫瑰代表天真自信，右手的行李则代表经验与智慧，脚下的小狗则寓意危机的降临。这张牌充满机遇和改变，反向则是鲁莽与轻率，而胖子的命运将从拿到这张牌后开始，每一步选择都印证了愚者的含义。 강남이야. 강남역 저 한복판이라니까. 불금인데 이 시간에 택시를 어떻게 잡아? 찜질방에서 좀 쉬다가 내일 아침에 차차 타고 갈까? 아니 아까 택시 잡았는데 이 젊은 새끼들이 새치기 하는 바람에 역살잡이 뻔했다니까. 계속 잡을게. 胖子打了一辆出租车，熟练地给老婆编织了谎言。这番话堪称天衣无缝，既解释了晚回家的可能，又将自己塑造成努力工作的好丈夫形象。可我们都知道，每一个谎言的背后都需要另一个谎言维持。他看到手机没电了，于是向司机索要了充电器。바람이지? 아니? 这句话戳中了胖子的软肋，他极力辩解自己只是在应付工作，这种态度恰恰暴露了他的慌乱与不安。而司机的性格也让本不平静的夜晚变得诡异。他不停讲述着过去的光辉历史，突然一辆摩托车擦肩而过。 말 새끼 운전 젖같잖아 이 개새끼들. 개새끼야 넌 어디 뒤졌어 이 저씨. 야 이 씨발놈아 이 애들 없는 개새끼야. 这司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，再加上如此不稳定的情绪，让胖子顿感心惊肉跳。他甚至有了种不祥的预感。司机表示自己以前是警察，由于经常审讯犯人，所以难免有时会情绪失控。可他的纹身却呼之欲出，这种谎话更加促进胖子的猜测。他开始试图寻找一些蛛丝马迹，这时打开了司机的皮包，从里面拿出这辆车的行车证，结果却差点让他惊掉下巴。照片不仅不是司机本人，背面还沾有不少血迹。此刻胖子的想象力开始疯狂发酵，瞬间就联想到了最坏的结果。此人一定是个杀人越货的大盗，而真正的出租车司机可能已遭毒手。司机看出了他的担忧，赶忙解释这是他表哥的车，自己也只是顶夜班赚点小钱。可不解释还好，这番话不仅没有打消胖子的疑虑，反而让他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判断。他越想越怕，那张象征愚者的塔罗牌正在预示他将做出轻率的判断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司机的电话铃声意外响起，成为了压垮胖子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왜? 형님, 어디세요? 거의 다 왔는데? 오늘 잡은 거 거래처에서 빨리 좀 달라는데요? 알았어 빨리 일 처리하고 갈게. 这通电话让本就恐惧的胖子汗毛直立，司机似乎正在做着某种交易，而他口中的货物到底是什么？他的大脑飞快思考，可车速却越来越快。没过多久，他就发现出租车走上了一条未知小路。司机解释说，前方在搞维修，而自己恰好要去另一个地方。说着就关掉了计价器，并声称从现在开始不再收费。可这一切在胖子看来根本不是善意，而是司机另有图谋的信号。于是他的手再次滑向了那支圆珠笔。随后，出租车停在一个偏僻的小树林，
司机声称要下去撒尿，胖子放心不下，便偷偷地跟在身后。 지금 뒤에 잡아놓고 있지. 씨발 추워 죽겠는데. 야, 피만 싹 뺐을 때 얼마 나왔었지? 근데 그 간이나 콩팥 엄청 시식할 텐데 왜 그거 안 사냐? 야, 근데 이번엔 엄청 등치가 크니까 가격 제대로 쳐줘야 돼. 알았어? 그리고 씨발 약속 시간 좀 지켜라 이 새끼. 산에서 얼어 뒤지겠다 이 새끼야. 그래 이 새끼야. 这一刻，胖子的恐惧彻底转化为疯狂。他想逃跑，可腿脚却不听使唤，一不小心弄出了动静。司机转头发现了他，略带着命令的语气警告：“既然已经小完便，那就立刻回到车上去。”胖子不敢反抗。此时他已经认定司机是在非法交易，而那个货物就是他自己。他想拿回正在充电的手机，可一看才知道根本没充上。司机解释车上的充电器总是爱出毛病，可这些举动都成了胖子眼中的阴谋。于是他不再犹豫，再次掏出了那只象征自卫的圆珠笔。 나 친구야 개새끼야! 나 친구야 이 새끼야! 司机很快就没了呼吸，好在这是荒郊野外，没人知道他做了什么。但由于过度紧张，在开车逃离的时候，胖子一不小心把车开到了沟里，他急得满头大汗，可轮胎却越陷越深。就在他手足无措之际，司机的电话突然传来了几条信息，从内容上可以看出，双方是第一次交易，大概在5分钟之后赶到。看到这里，胖子有了主意，他擦去了脸上的血迹，尽力平复了心情。这个细节看似偶然，却充满了戏剧性的反转，也再次印证了愚者的宿命。胖子只因自己的主观判断，就杀了一个可能是坏人的司机，而这场杀戮又到底能不能让他摆脱困境？在见到买家后，他先是要求对方帮他推出了汽车，然后指了指后排坐的货物说道： 말을 하도 안 들어서 먼저 작업해놨어. 아, 땀 좀 흘렸네. 근데 신선해. 对方两人面面相觑，显然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犹豫片刻后，他们提出打开后备箱看一下，这一要求将原本的现实暴露无遗。这时，胖子再次接到了老婆的电话，他依旧用谎言编织看似的完美。由于司机是个新手，绕道时迷了路，还一不小心把车陷到了沟里。这番话真真假假。可当他看到后备箱之后，剧情却迎来了意想不到的反转，里面竟然放着一头被猎杀的野鹿。原来司机所谓的交易根本不是什么杀人越货，更不是人体器官贩卖，而是野生动物的非法勾当。他回忆着刚才司机的交谈，这才知道一切都来自自己的臆想。 신고할까? 两名买家也不敢报警，因为交易野生动物也属于违法。两人交头接耳了好一阵子，才提出让胖子先把野鹿搬到他们车上。可到了最后关头，其中一人突然发起了攻击。 胖子趁夜色躲了起来，又趁对方寻找之际绕到了他们身后，一棍子解决了其中一人，接着又打翻了最后一个。此时他已经没了后顾之忧，从一个被动防御者变成了毫无底线的杀戮工具。 胖子一夜之间连杀3人，他从容地将汽油浇在车上，一把火焚尸灭迹，随后还拍了一张照片发给妻子，继续编织完美的谎言，声称这就是他遇到的车祸现场。只是事到如今，自己也只能继续绕道打车，回家的时间可能要拖一拖了。老婆不相信这些鬼话，让他立刻打开实时定位。这一刻，胖子知道谎言快要瞒不住了，只能借口没信号，匆匆挂断了电话。 他感觉自己能用谎言掩盖一切，以为自己可以全身而退，但却不知道命运早已在他做出第一个轻率决定时，就为以后的悲剧埋下伏笔。胖子原本想再打一辆回家，却没想到这次迎来的却是警车。本以为是杀人的事情败露了，但实际上警察此时根本不知道他连杀3人的壮举。由于他今晚入住的房间发生了命案，一个妖艳的女人被人捅伤了大动脉，最后失血过多而死。 이주희 씨랑 모텔 들어갔다가 어떻게 된 건지 차근차근 말해봐요. 1시간 정도 있다가 나와가지고 통화를 했거든요. 근데 문 밖에서 누가 두드리는 소리가 들린다고 그런 것 같던데. 말 꾸며내지 마시고요. 외부 침입 흔적 없었습니다. 眼看事情瞒不下去了，胖子只好声称是正当防卫。
原来他在离开酒店前并没有做好安抚工作，情人一字一句念出了老婆的电话，并当着他的面拨通。 어머! 고경래 과장 와이프 지연씨 되시죠? 제가 오빠랑 좀 깊은 사이거든요. 오빠가 방금 저한테 뭐라고 했는지 아세요? 저밖에 없다고 막 그러더라고요. 然而当他拿起手机后才知道，那通电话根本没拨出去。愚者的宿命完美诠释了他的轻率与偏执。 전부터 제 마누라한테 얘기하겠다고 협박당하고 있거든요. 아, 그리고 택시기사랑 짜고 저 죽이고 장기 매매하려고 했어요. 그게 무슨 소리입니까? 경찰관님도 아시잖아요. 세상이 되게 험한 거 만만하게 보이면은 남 밟으려 들고 저랑 제 가족 지키려면은 똑같이 싸게 밀고 나가야 된다니까요. 예. 胖子想靠谎言为自己续命，可这句话出口，瞬间就将自己出卖。警察立刻意识到他身上可能还有其他的命案，而胖子也觉察出自己说错了话，内心的慌乱再次浮现。既然谎言无法继续下去，胖子又开始玩弄起了那支圆珠笔。胖子继续给老婆说谎，在经历了绕道和车祸事件之后，刚才又遇到了打劫，不知道为什么。 今天的回家之路总是危机重重，可老婆却发出了质问。刚才自己已经联系了他的同事，知道今晚并没有什么聚会。不过这绝难不倒胖子的智商，他声称聚会也不必全体成员都在，他只是和领导小范围的交流而已。这番强词夺理的辩解让老婆无话可说，只能选择再次相信。女儿也在电话里告诉胖子，今天和同学打了一架，到现在还在生着闷气。胖子没有责备，反倒询问他有没有吃亏。当听到女儿才是那个霸凌者之后，他才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 잘했어. 보람아, 아빠 지금 거의 다 왔으니까 금방 들어갈게. 胖子看着墙上的宣传画，所谓夫妻不是彼此各为一半，而是合二为一。他若有所思，当即意识到今天的所作所为都很值得，于是掏出那张象征愚者的塔罗牌，扔进了临时储藏柜。但他似乎没有察觉到里面放着一缕头发。胖子守住了家庭，但却抛弃了人性的基本良知。他终于找到了回家之路，可塔罗牌是否会传递给下一个人？到底是好运还是噩梦？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次不见不散。 역시 나빠. 뭐야 이거? 당신 거예요? 뭐야 이거? 배달팁인가?